值不值得你心情好一点？好好好，谢谢果果。刚刚太卡了我的手机，所以换他的号。真的？好吗？好吗？我知道我跟你说，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是就那两天，你看有一次的出席活动，都状态不是很好。在左上角。因为我宝都会拆礼盒了。哦，那怎么我的没有拆礼盒？因为你把它关了。我没有拆礼盒功能。你那段时间什么参与，就那段时间开播了后来才那什么，才能。哦，这样的。刚好人说刚好那3天还是那几天我开了。放开这个不是刚才那个悄悄话不能放开的说，是我跟其他女人的故事，这个不能放开了说。一会儿人家又当真了。谢谢。哦，这还有减脂餐呢。能打吗？没打。先垫吧2口，你把这种。那我晚上能再骗一顿吗？可以啊。面包也能设定了，刚有出现了是吗？哦。这个微博热搜这个事儿啊，说实话是真的没有想到。对。我跟他和跟管理群的人说，我说我都没有想到会就造成这个效果，挺出乎意料的。我之前想的可能就是我们两个如果要是有一天上热搜的话，可能是因为大家就是哇，短剧女主杨绵绵啊，这个颜值惊为天人啊！谢谢韩华平啊，谢谢。闭嘴，小点声。惊为天人，哎呀，这个我以为是会这样上热搜，但是没想到是求婚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给我爸爸妈妈说，我上热搜了，我上新闻了，爸爸妈妈。谢谢彩铃。这样，我负责讲，你想到哪儿插话随时插。好吧。这事儿呢，预谋已久，但是呢，这些某些人呢，就是谢谢叶兰嘉年华。这某些人呢，他就不可能给我留有时间和空间去自己独自买一些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安排什么东西。然后我就想，当我定这个活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其实横店的金店还是有的啊，虽然横店不大，但是有各种金店。说到这儿呢，但是不得不做一下铺垫了。为啥我会这么有经验呢？因为其实520的时候我就已经准备过一次了，但是被某人拆穿了。说起来就气啊！我来，这该我来了啊！你来。就是520的时候，怎么说呢？我先说结果，就是他想在直播间里跟我求婚，给大家的福利。对，然后最后结果就是被我识破了，没求成。就你们也要知道，就是2个人天天在一起，准备一些小惊喜啊、小秘密是比较难的。再加上，就是于龙的脑干都烧干了的情况下，他以为他自己隐藏得很好，但无奈就是很无奈，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心很细的人，是这么个情况。当时我们俩520的前几天，我们俩正在横店拍戏，然后我拍完了，他还没拍完，他比我晚1天杀青。然后呢，晚上当他杀青的那天晚上，第2天我们要收拾行李回成都了，然后我就开始收行李了。然后我是收，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个袋子里有一个小盒盒，然后呢，
那个盒子，我当时一拿出来看，是一个 Happy Birthday 的蜡烛，上面写着，然后反过来是一个戒指盒。谢谢。我就问他，但是戒指盒里面没有戒指啊。然后他那个东西藏在就是我们有一袋放保健品的袋子里，他以为我绝对不会碰那个袋子，但没有想到那天就是阴差阳错的我就收拾了那个袋子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就拿出那个盒，我就问他，因为我当时也懵着呢，我说这是什么呀？我就看着还挺好看的，我也没反应过来是啥玩意儿。然后他本来是笑着抬头的，然后看着，然后天塌了。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表情啊，我当时正在刷霍佳佳给我们剪的视频，然后好甜，然后我就这样趴在床上一脸笑，然后你叫我这是什么呀？哎，于龙，这啥？啊？没啥，你还给我。然后我当时觉得，哎妈呀，不对劲儿，完蛋了，可能是给我准备什么惊喜，被我识破了吧。然后我这个话题就没有再延续了。我就嘲笑了他一会儿，但是我当时都没想说，就这是第一步啊，我都没想说就是他要跟我求婚或者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我看上面那个蜡烛上面实实在在写的是 Happy Birthday， 而且是一个挺可爱的蜡烛，谢谢如新。其实暗藏玄机，对，底下就是就可以把戒指转上来。他啥没看着，他就光看到上面的 Happy Birthday。对。然后我就以为他可能是哪天，就是他不是刚好那个戏的前几天去广州直播来着嘛，我就以为他可能在街上逛街看到一个可爱的东西，然后他就买了，可能是要等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，我也没多想。然后呢，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之后，我们第二天回成都，然后就拿着手机嘛，我就要拿手机，然后他就干嘛？我自己找。我说啊，反应这么大，不对劲儿。我平时在他面前玩手机是从来不设防的。对，然后拿快递一般也是我帮他拿，就他找不到的话我就帮他拿，因为我找东西比较快。然后我说他那天为什么反应那么大？我说有猫腻，可能是又给我买什么东西了吧，因为他每次给我买东西都会被我戳穿。就每次给我买点啥，然后就刚好就我在他手机里面看到了，说哟给我买东西了，我是那个浪漫过敏者，谢谢零。然后他每次都很崩溃，然后就被我戳穿了。然后那次我就没戳穿他，因为我前2次老戳穿他，那次我就没说啥。他说他自己找，我说那你们自己找吧。然后我们俩就回家了。回家了之后吧，因为他合同都是我帮他过吧，然后我就在那过合同，然后过合同的时候突然发现日期，因为那段时间确实很忙，我们俩一直在拍，我都忘了520这个事儿了。然后我们俩也没提起来这个事儿，然后2个人都在忙嘛。我们平时也就不太过就是520这种节，就除非是七夕啊那种比较正式的我们会过一下，然后就没管。然后就签合同，我发现5月17，我说过2天要520了，他刚刚不让我拿快递，会不会是要给我准备的520礼物啊？然后我也就没戳穿他，我就想说可能过2天要给我准备什么小惊喜吧，那我就且等待一下。结果呢，这事儿过去了之后，又来了个啥事儿？我拿他手机帮他发抖音，因为他抖音也是我帮他发。我就是一整个经纪人，我就干小助理的我，然后他抖音也是我帮他发。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说郭佳佳了。发别跟别的女主合作的视频了，绵绵发的，去找他去。然后你咋那么记仇呢？你上升天蝎。然后就是我就拿着手机帮他发抖音的时候，我就在相册里面看见了一张戒指的订单截图，我一眼就刀中了，很小很小一个小圆金戒指，然后我一眼就刀住了，我说完蛋了，戒指520不对劲儿，520送戒指干嘛？然后我就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个人对一些未知的事情，然后刚好又被我知道了一点，我就很害怕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怎么回事？
我说这个戒指是，然后他又一副心如死灰的样子，好意思说，心彻底死了，彻底被我发现了。对，是那个花花戒指，是那个小太阳花花的那个戒指，就是那个。他们猜到了。别管。我知道，我就拉黑就可以了。就是那个小太阳花花的戒指，谢谢丽丽爱咩宝爱龙咩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了，他就把他的计谋说出来了。他说我本来是要520那天在直播间跟你求婚的，要不我们先……我说不行，我直接就被我否定了。我说不行。然后我说你要是敢在直播间跟我求婚，我就会哭得很，我就会出洋相。我说我就会当着9万人的面出洋相，绝对不能在直播间里。我给你们的福利啊！但是大家知道，就是我本身不太喜欢很多人的场合去搞这种事情，就是现实里也是。我就喜欢，因为我觉得这是2个人的事情，我喜欢有一点私密性嘛。然后我当时我就把他否定了。他说那我们就演习一遍吧。他说那我们就演习一遍，我要干什么？结果他把家里的灯全都关了，然后拿着他那个蜡烛出来。然后出来的时候给我展示他那个蜡烛，就是一吹灭。我本来以为很神奇，我跟我所有朋友都是这么说的。我跟我所有朋友都说于龙好浪漫，他买的那个东西可厉害了。那个蜡烛一吹，然后那个戒指盒就翻出来了。就是我跟我所有朋友都这么说，就我跟他们炫耀，我说他可会买东西了。然后一吹，那个蜡烛一吹灭，那个戒指盒立马翻转，然后出现了一个金色戒指。然后过了2个月。过了2个月，你说吧。明明比较笨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盒子呀，看似是一个小蛋糕，点了一个蜡烛，但是其实在这个位置啊有个按钮。可是我每一次都会跟他说：“来，吹一下，吹一下，一定要深吸一口气，丹田发力，吹。”他一吹，我就一按，然后明明就觉得，哇，好厉害！真的，一吹它就翻过来了，它就变出来了。然后2个月以后，我告诉他这个按钮，他追着我打了好久，太有成就感了，家人们，太有成就感了，骗了他2个多月，他都觉得每次他都觉得是因为他吹了一口气，然后那个啪，戒指就变出来了。我都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啊？然后那件事情被我戳穿之后我们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。就是我也跟于龙老师说了，不允许他在直播间里求婚，我会社死的。然后呢，于龙老师也说了，说既然你拆穿我了，那我不求了。很有骨气，特别有骨气的给我桌子一拍。这个婚我不求了，看你表现。今年看你表现吧，特别厉害，特别有骨气的跟我说了一嘴。然后那啥，我说好，看我表现，我也就想着过去了啊。就是这件事过去了之后呢，就回到了在横店。把我骗着要化妆，终于让他找到机会了，因为这中间我们2个一直都在一起。我该接过来了。然后我成功到了横店以后，我成功的买了个戒指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我这个戏上一个戏他拍8天，我拍4天，然后我就临时接了个活。本来这个所谓的双男主肯定是一好一坏嘛，但是我一听，我说你跟我说男主是谁？小思美，我来了，你等着。横店也有金店，买了以后，我本来想等着啥？等着下一部戏，我们俩就是他和朱时茂老师拍完了以后，然后我再求婚。结果呢，就突然发现，好像不太对，因为那个时候等到那个时候有点太晚了。那我们放到中间，回成都，猪猪也休假了。这时候多好啊，有猪猪帮忙。然后结果呢，没想到。他那边提前1天，我这边延后1天。好了，中间没时间了，回不去成都了，怎么办？
号。我这部戏中间10号休息，我就把它设在10号，然后我紧急密谋，跟我的军师猪猪一顿商量，然后再确定小雨拍完了他那部戏杀青了，然后没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跟小雨去商量，然后成功的策划要10号把这个事儿搞定，加上我现在的助理这个叫丽丽的，然后突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难，就是他不会凶别人，他会凶我，我想让他骗他化妆。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不拍戏的时候真的不想化妆啊，然后怎么办呢？我的伟大的军师朱莫言老师出马了，从河南开了6个多小时的车，然后约他吃饭，约他全妆，然后过来以后又遇到了一个困难，我昨天的戏要拍到很晚，那怎么办？绵绵都压根儿啊过来说是来看我的，压根儿就没问我拍摄地点在哪儿，就问了一句。酒店在哪儿？我一想，这还得了？这回去一累，一路奔波。但是这个我听我狡辩一下啊，因为我刚杀青完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我一般要睡个1-2天。然后呢，我那天是晚上的飞机，因为我下午跟猪猪老师刚约完会就被他们骗住了。然后呢，我晚上就在那个飞机上昏迷过去了，我就很困。然后我落地的时候，我都是这样。我打车，我打那个喂，然后我上车之后我又开始犯困，然后犯困，然后我压根就没想着，因为我到横店的话差不多是凌晨1点半了，我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看他，我也根本就没有想过他那么晚还在拍。好了，该你说了，你的困难，你的第2大困难。很大的困难就是他没有办法全妆。当女孩子如果被求婚的时候，本来就没有心理准备，没有穿漂亮的衣服，再没化妆，就这个婚求的就有一半失败了。然后呢，没办法，你想尽办法，这怎么办？然后我就突然想到，好，那咱要不要他今天化妆了，我让他从10号布置。这个时候其实小雨跟丽丽已经紧锣密鼓的紧急联系人去布置，去找酒店、找房间和找这个花啊、蛋糕啊这些东西都很临时。然后突然想起来，好，小雨，那咱就不明天求了，就今天，加钱就加钱，今天必须今天，能完成吗？只要告诉我能完成吗？然后那边回复能，加钱。我说好，谢谢水墨丹青，给我弄好了以后呢，就面临一个问题，包括我跟猪猪在商量，他说妆我可让他化了，他回酒店不能卸了吧？然后我就怎么办呢？他万一卸了怎么办？然后我就趁他飞机还没有落地的时候给他发了个信息，我真的是绞尽脑汁。我说小宝，我好饿呀，真的饿得前胸贴后背。你给我送点吃的吧。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前胸贴后背这个词儿，真的好饿呀。然后我恰巧在他曾经拍过的一个场地，拍白发魔女的那个场地，确实没有外卖，点不着，只能他本人来送，因为我当时就是我给他送的。然后他心疼我，然后就过来给我送吧。我说哎呀，主要是我想你啊，你快来吧。然后成功的把他骗过来了，他答应了呢，又牵扯到一个问题，那个酒店不在我住的酒店，在另外一个酒店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跟他说好了在这个酒店，但是我要带他去另外一个酒店，他岂不是一停下来他就会问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酒店？然后还有之前520的这个事儿，他一定会猜到你要干嘛，是吧？一定会吧？怎么办呢？我编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借口。我当时在那转圈圈，你知道吗？丽丽在我旁边，一个助理，他带着那个手工包在，然后我就在那儿，我很热，我出了一身汗，但我在旁边，怎么办呢？他一下车看到是别的酒店，他一定会问我呀，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酒店？我该说什么呀？他肯定会觉得不对劲儿啊！我就在那儿来回转。丽丽说：“哥，你能不能坐下来？你已经出汗了。”然后我终于灵机一动，我说：“哎，对，我明天没戏，我可以告诉他，明天其实我有戏，就在那个酒店，临时加了一场。哎，我好聪明啊！然后别人开好了房间让我过去睡，还开的豪华房间。哎，
这个理由太棒了。然后你知道后边就漏洞百出到什么程度啊？丽丽为了凸显，她问那个酒店在哪儿啊？来了以后问这个问题，丽丽为了凸显其实不麻烦，然后她就说没关系没关系，离我们现在住的酒店可近了。就是女生撒谎嘛，她有的时候没有这个男生这个骗人的这个智商高。你想嘛，如果这个酒店很近的话，我有必要换酒店？我有必要搬吗？对，我有必要搬吗？没必要啊，对吧？啊好，然后我一听，哎呀，这反正那个什么那个哎这个一会儿跟导演说一声吧，我赶紧扯话题。然后在他去之前呢，我还安排别人帮我撒谎，甚至包括安排导演跟我撒谎。我说导演，一会儿我女朋友来了。我收工的时候，你就过来跟我说，你说龙，明天呢就临时加了你一场戏啊，你就起来上午9点10点，哎起来就做个头发，妆都不用化啊，一走一过就行了，啊好不好？然后就这是我给导演安排的词儿，导演还在那背了一会儿，哎你等会儿，我要说什么？我捋一捋。第一个信息点，你明天有戏；第二个信息点很少，马上就要拍完。一定要让你女朋友听到，这是第3点，是吗？我说对，记住了啊。然后还有张婧仪老师。张婧仪是因为啥？因为我马上就要把她骗过来了。然后思伟跟我说，哥，你要不要防着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？我说我防她干嘛呀？你看她刚才多激动啊！她万一表现出来露馅了怎么办？我说有道理啊。我其实早在拍戏的时候我就说，我快点拍，我今天求婚，你们别闹，快点的。然后刚开始没人信，后来张婧仪就问了一句，开始几个小时，张婧仪只要看到我，好激动啊，真球吗？妹妹一会儿就过来吗？然后思伟就跟他说，哎，跟你没关系，又不是跟你求，又不是跟你求。可是不行，我激动。思维老逗了。然后我说我本来还想给你安排点台词的，但是你这个心理素质啊，你就别参与了。哎，张婧仪说不行，我要参与，你打算让我说什么？我说你确定能弄好？他说能。然后我说我刚才跟导演是怎么说的，然后为了增加这个逼真性呢，你就过来跟我说哎哥，明天不是没有你的戏吗？我怎么看通告表上给你加了一场啊？我说你就这样说。然后我说是啊，就临时加的嘛。然后他就可以说，哎呀，那没有必要嘛，其实那一镜要不要都可以，就是随便的那种演员之间的聊天啊。结果这孩子可倒好，他确实来了，张婧仪呢也及时的把这句台词加进去了，但是他加了一句说，可是明天不是台球厅的戏吗？我们之前编的全都是在那个酒店拍，但是婧仪来了个小聪明，明天不都是台球厅的戏吗？我就瞥了一眼咩咩，我说对呀，你在台球厅里跟思维打台球嘛，然后我就从门口一走一过，哎，对，就那么个戏。婧仪，啊，这样啊，我寻思你快别说话了，再说就穿帮了。就这样，处处漏洞，然后甚至到了酒店，我也没有到前台去拿卡，丽丽也没有到前台去拿卡，然后小雨埋伏在房间里边，结果那个门他谁也开不开，哎，到最后丽丽假装下去要到前台去拿卡的时候，小雨从里边把门开了，就发生了你们看到的那一幕。他还以为就是有人要给我过生日，因为给他买的那个订婚蛋糕。该我说话了。哦，我的视角是什么？我的视角就是漏洞百出。漏洞就是因为我下车的时候我觉得是那个场地点不着外卖，帮了他，因为我知道那个场地点不着外卖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一定会有别的理由的，你相信我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于龙这2天确实在减脂，然后我是担心他太饿了，我就说反正我给你带个外卖过去，应该没多久也就收工了，我就可以回去睡觉了嘛。我就是虽然心里骂骂咧咧了2句，怎么让我这么晚过
回去做外卖啊。哎，你昨天不这么说的，你昨天把原话给我说，你把原话给大家说出来，你就把原话给说出来。我原话是，你说。臭老登，这么晚上可以送外卖。气死我了！然后，但是我担心他太饿嘛，因为我知道他拍了一整天，然后我还问他，我说累吧？我说累吧，饿吧？然后我就在车上我就开始挑选外卖，我就刚看了一下，然后他说让我自己选，然后我就想说又不能给他选油太大的，我给他选点减脂的吧，我就给他带过去了。然后呢，到了之后，就是这里都还好，就我到现场之后都还好，就是因为他们在聊，就是因为到点儿了，我们不是拍到16个小时我们就走嘛，都是这些事儿。然后静怡当时说那个，其实我也没觉得有啥，我就说第二天还有一场戏，我说那可能是他们漏了吧。到这我都觉得还好，因为我本来就困得有点懵懵的，我就没多想。然后是啥时候我觉得不对劲儿，就是打车。然后他们说要去新场地，然后我就看那个车的方向，即将到达的时候，我说不对啊，这不是我们那个酒店啊，因为我以为他们打车是打到原来那个酒店，然后当晚要搬酒店，就是要换酒店，因为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嘛，就是我们当天晚上要把行李都收拾完，然后去另外一个酒店住，就是涉及到一个场地远的情况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我想那也不对啊，也没回我们之前那个酒店，怎么直接来新酒店了？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原来那个酒店不退吗？他说不退啊。然后我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本来想问为什么不退，然后但是我被另外一个想法先占据了我的脑子，我就在想，那我怎么卸妆啊？我说那我怎么卸妆啊？他说，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2个酒店到底离多近嘛，在我看来路程也就10来分钟，应该离的是比较近的。然后他就说，已经让小雨去帮你拿卸妆的东西了，就都帮我们拿好了。然后我说行，我说那不对啊，那我护肤的也没有啊。然后他说，哎呀，护肤的肯定也都拿了。然后心想，好吧，我也给他留了几罐护肤的东西，应该他跟小雨交代了吧。然后我也就没操心。我就想说，我就不操心了，因为我怪累的，他也怪累的，我就不要多问那么多问题了嘛，就是不然显得我怪烦的。然后我也就没说话了，没说话之后，就到酒店楼下，我就发现他俩谁都不拿房卡，我就说，这俩人咋不拿房卡呢？因为我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有人。然后我就想，怎么不拿房卡了？但我也没说出来，在心里揣摩。我就想，那可能是制片已经把房卡给过他们了吧？安排的挺周到。然后我到这我也就没问，但是我边上那个电梯的时候，然后我也没多想，然后直到房间门口，他就问丽丽，我就看他俩那个反应，就是谁开始在门口聊天了。很尴尬，因为我们俩谁也没有房卡。我说咋这两人都不刷卡是啥意思？然后我又没插话，因为我不爱插话，我喜欢等人家把话说完。然后我没插话，然后直到于蓉问了一句：“房卡呢？”然后丽丽别提了，因为那会儿实在聊不下去了。然后丽丽说：“然后转身就跑了，很慌张的跑了。我说：“丽丽这娃也行动挺快的啊，就是跑还挺快。”然后我也就没多想，但是然后我就蹲在门口开始等他们，就是去拿房卡嘛，我就以为他去楼下拿房卡了，然后我就等，我就越揣摩，我就脑子里已经开始冒出各种想法了，我就脑子已经在浮现，不对，横店这么近的2个酒店，你跟我说你跟我说给你重开了一个房，因为第二天在这里拍，但是你另外一个酒店到这里撑死10分钟，横店就这么大。他其实今天知道了，只相隔了150米，只相隔了150米，我今天才知道。然后我说撑死就10分钟，为什么要给你换一个酒店，让你在这住？然后原本的那个酒店还不搬，那意思就是同时开了2个酒店。我说剧组还怪有钱的了，现在横店的组哈，但是这么铺张浪费吗？然后正当我脑子里在弥漫这些想法的时候，啪一下门开了，开之后我就
就是当时我第一反应是啥？我第一反应是我们蹲错房间门了，然后里面有人嫌我们很吵，然后已经开始就开门准备出来骂我们了。说到这儿，你有没有想，平时晚上去酒店，我都是这样跟你说话的。为什么那昨天我非常大的声音在跟丽丽聊天？哦，这样啊，哦，就是因为你声音太大了，我没想这个，我可能觉得你昨天就是想大声说话吧。谢谢玲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们刚在人家门口那么大声说话，就那很短的时间内，我脑子里冒出了无数的想法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想别人不会出来要骂我们吧？我说谁？说我大家看看谁敢出来。然后我就在那里已经准备好了，伺机而动。然后结果我一转头，我看见小雨拿了个手机对着我，我第一反应被吓得说，我就是口吐芬芳了一下，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开始站起来，我就是要给于龙过生。原本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，然后没想到他们俩都忘了给小雨发消息。才不是呢！你下车你就问东问西的，我就不停的跟你说话。是因为他们俩就是出声音，说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来了？怎么办？我蛋糕还没拆，我机会还没夹好，哎呀，算了，开门吧。然后就开了。开门之后，我一进去，我一看，蛋糕的盒子上面写着 Happy Birthday。本来他们是要把那个盒子扔掉的，然后我就上面写着 Happy Birthday， 我说这不是妥妥的给于龙过生日吗？我一进去我说是给他准备的是惊喜吧？不对，Marry me 是我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是他把视频剪辑了一下，我们面总的这个语言系统其实已经崩溃了，已经混乱了。然后那个就是左一句右一句的，就是他自己说的话已经串联不起来了，然后已经开始就是瞎走位了啊！你们这花好漂亮啊！这个哎，你别拍呀！我把帽子弄一下。然后那个就确定了是要求婚，我把它放到那个，然后他自己往那个牌子那儿站，他自己知道我该往那儿站了，然后手里左手拿着充电宝，右手拿着自己的手机，中间穿了个线。我说，宝宝，要不咱们把充电宝先放下呢？给你。然后充电宝给我，手里边连着一根线，手机不给我。我说咱把手机也收了吧。然后就这样。磕磕绊绊，漏洞百出，赶鸭子上架，什么词儿都能用上。就这样，就很奇妙的，就是把这个婚给求了。讲了好久，还有很多的小点，我都在过后的时候给他补了一下。谢谢翠妮。也刚开始他提了一路的问题嘛，有很多问题其实我就给搪塞过去了。然后等求完婚了，我跟他说。你刚才不是问我什么吗？来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在这问东问西的，我就得拼了命的去转移话题。比如说，这个酒店看起来比原来住那好啊，这看起来还蛮大的，电梯在哪儿啊？丽丽，你看一下那边有电梯，就不停的去说话转移他的注意力。所以我们甚至都忘了通知小雨我们已经到了，把那个蛋糕盒子打开，我们都忘了。小雨说。我是什么黑奴吗？你们这么对我？谢谢狗蛋儿。小雨说你们把我当小八赶成。本来原本的计划不是这样的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所以这里面真的是大家起码要特别明显。猪猪，我的军师，我的军师。朱莫言，我的好朋友，我于荣的军师。还有执行力超强的丽丽跟小雨，小雨是在这儿忙前忙后的，他还在那说，我说怎么不到机场去接我？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女人。我说他不能接你啊，他要接你的话，谁来验收这个布置的这个东西啊？谁来监工啊？谁来给他们开房啊？因为小雨本来是要说来机场接我的，然后我说我就开玩笑的跟他说，我说给我带一套漂亮衣服，然后结果他不来，我说好啊，我说怎么不来机场接我？原来是因为这样，猪猪跟他聊天也是，跟他说两边聊。
猪猪跟我说的原话是，我都不敢看你们两个的头像，都是要打开，确定好了我们聊了上面聊了什么，我下边才敢回。因为在我跟猪聊天的同时，于龙在疯狂的向他请教东西，然后跟猪我们两个在聊一些杂七杂八的话题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一个小漏洞的，但是我当时没有在意，那个就是因为猪跟我说了一句，说我点头像点不过来了。反正我就说，他跟于龙平时也没什么聊的，怎么就因为我平时不跟他聊天。对啊，怎么就突然聊起来了？但是我当时那个念头一闪而过，就没事，他俩可能有啥事儿要说吧，然后就这样过去了。非常的相信我和她的好闺蜜不会聊什么东西，但是她不知道，其实算计她，也只有我们能算计到她。我对她太了解了，甚至比猪猪了解的多得多。猪猪提了很多的意见，但是都被我否掉了。没办法，你看，比如说她说啊，怎么骗她在10号化妆，然后就说，你就这样说，你说你去探班，我说她不会去探班的。我让她化妆，她一定不会化的。你们让她化有可能，我让她化绝对不可能。啊，她说那你就说那是王雨薇是吧？你就说那个我有个镯子落在王雨薇那儿去了，你要去取，你带着面去。我说我先不说我俩跟王雨薇熟不熟啊，你要不要听你在说什么？王雨薇没有手机叫顺丰吗？必须得我给你亲自带回去。哎，我们俩绞尽脑汁就为了她化妆，为了她过来。朱莫言，你个坏女人！朱莫言，你居然让他在我上厕所的时候跟我求！朱莫言，你个坏女人！哦，这当然这个猪猪他告诉我了，你出的歪点子，你个恶趣味！这个你说还是我说？猪猪的点子。我在买戒指的当天啊，我买完了第一时间就给猪猪发过去了。我说我先寄到你那儿去，然后等我回成都了，我们求婚现场你再给我。本来是这么打算的，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，然后聊各种说的原话。她的好闺蜜啊，这不是我说的啊。猪猪说，你在咩咩早上拉屎的时候跟她求婚，哎，一脸懵，刚睡醒，你咵嚓一下跪下掏出戒指，我跟你说，他直接就懵，他搞不好直接就便秘。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把卫生纸拿走，你答不答应？你答不答应我求婚？你不答应我求婚，我就不给你纸。哎，我说你这挺缺德呀，挺缺德呀。这个一般人做不到。然后他又出了个主意，是啥来着？多损呐！我说我没有地方藏，你知道的，上次520他就发现啊，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啊，他说他没有地方藏，然后你这个你讲，我们请可爱、漂亮、美丽、特别懂这一套的朱莫言老师说，你把戒指含在嘴里，然后一见面，你把戒指含在嘴里，然后一见面就直接亲他，然后把戒指吐到他嘴里。我真的我都想象不了那个画面。我说我连行李箱都很难藏，他会给我收拾行李的。我说，然后我突然想到，不行的话，我就把行李箱割个口子，把戒指塞进去。他说别呀，到时候你找就不好找了。然后他就直接，那咋办嘛？你不行你就含嘴里，你见面就亲他，不要说话，见面就亲他。他一张嘴，你呸，你就吐他。我感觉猪猪已经就是，猪猪说到底是你结婚还是我结婚啊？他说，就是一直在帮他出谋划策，然后到最后说，猪猪说要不你就找个餐厅，就是其实还是正经的点子还是很多的。以上我们刚刚说的那两个都是猪猪开玩笑的一些点子，然后给于蓉出了很多正经的点子，然后都被于蓉给否定了。然后猪猪就想，那咋办嘛？那你找个餐厅。找人布置，然后跟他推荐什么人可以布置，然后最后于蓉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你帮我找个餐厅吧。”不是，我说的是，你问我哪家好吃，我知道，
你问我哪家好看，我真不知道。对，然后我说要不你帮我找找。他说要不你帮我找个餐厅，然后猪猪实在受不了了，说到底谁结婚啊？我结婚是吧？日子没法过了。我也知道他是就是因为他总是被我否定。我说以我对绵绵的了解，不可能，不会，不行。然后我就否定了太多了，他就有点破罐子破摔了。他的原话就都不是说一下便秘了，是。好了，别说了，这个别说了啊。啊，他们俩这个，你可能你想嘛，如果不是好朋友的话，不会为了他保证他这个在视频当中的全装而开6个小时的车。